虎场大考问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曾舜晞，我在九门当中饰演吴老狗。我是土匪手法，他们一起死了！我们吴家是以训狗闻名的，不代表只会训狗。他们都喊话说：“吴邪，对不起，我爱上你的爷爷。”虽然两个人就是长一模一样，我就是觉得吴爷更帅。怎么说呢？这反正都可以啊，都是我自己演的，对吧？就6年之后，肯定是有一些新的变化。这6年我也长大了不少，开始演爷爷了。你看，咱这气质也是往上拔了一把，所以我就是观众喜欢什么就看什么吧。确实，吴老狗在情感状态是比较直球的，在那个年代当中。我也很欣赏他这样的状态，非常羡慕，但不敢这么做。就是你跟陈瑶那场戏嘛，他们都说你最后撩完也没有跟人家在一块儿，就前面非常撩。这是我不想跟人在一块儿，我把主动权直接伸给了女生那边，女生自己来决定，所以他还是非常的有些词儿不敢说，但他就是那个意思。然后大家看完前面都觉得那个小狗好可爱。对，我也被那个吸粉了，他的特写我也觉得我很羡慕，我都没有呢。他们说你跟他很像，就是眼睛大大的那种，不愧是你养的小狗。可是大家都说他丑萌的，我也是丑萌不是的。没有，谁说丑了？那你跟他合作的时候哈，合作感受是如何呢？因为她也是刚出道的女明星，所以其实大家对于她在剧组里的状态是非常苛刻的，因为她需要严格控制自己的体重。因为其实她来的时候应该就2-3个月，我们很担心的一点就是怕她结束拍戏的时候完全不接戏了，所以每天为了保持她的兴奋度，必须对食物比较敏感，所以其实我也很心疼她在剧组的状态呢。然后可是前2天时隔1年之后又见到她，我觉得她现在长得非常的漂亮，毛发也非常的齐整，我觉得还挺放心的。女明星不能说胖，长大了。在你接触的这类艺人里面哈，她是属于你自己合作的最怎样的女艺人呢？那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听话的，主要是跟我好的狗都是好狗。你有看到他们说九门在那开会的时候，小狗在那跟你偷偷亲嘴吗？啊，是啊，因为反正很多字儿我听不懂，我就玩狗呗。他们日理万机，九门当中每天要处理这么多要急的事情，都跟我无关。那你是真玩呢，还是就是真玩？因为拍九门的时候已经到了拍摄的后阶段了，小狗能来现场的机会越来越少了，所以我都很珍惜每一次跟它见面的机会，面交一下。那你还给他画了画像吗？那我们巧克力知道了不会吃醋吗？巧克力是对我最差的人了，我让它主人知道我也是有狗的人。现在我有小狗了，我小狗热度也不错的。巧克力你看着办吧，对我好点。巧克力也是顶流了，我也是沾它的光吧。那如果有一个榜单，曾舜晞和吴老狗都在排名前3，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榜单？必吃榜，开玩笑。长沙必吃榜应该是爱狗榜吧，我觉得对于狗狗都非常的喜爱，前3。还有别的吗？比如说我们还有啥？会说话呀。吴老狗说话非常会要怼人，但曾舜晞还好。是吗？你不怼人？还好。常华森打电话跟我说你一直在怼他。你很像个 AI 哎。我刚刚就用 AI。你有病啊！那也分情况啊，就分朋友之间的关系如何。因为常华森可以直言不讳，我们俩的微信聊天就是每天互相怼。拍摄片场的时候，大家都说你跟陈伟霆2个人可以用粤语交流，可以用英语交流，可以用国语交流吗？不知道你们在片场有没有用粤语交流啊？经常，就是我们会经常在现场聊着就开始说广东话，就越聊越兴奋，然后所有人就感觉我俩开了一个屏障一样，就是身边所有人都看着我们俩，我还以为他们都听得懂，其实他们都听不懂。考验一下你的粤语听力啊，很难的哦。好，这是陈伟霆说的。他的那个听力也太好听了吧！我这个是很难的听力考试。你踩我脚了，就看过小白白敬亭的。哦，他后面进步了，听一下他新学的那句。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！你都能听出来？对，前2天梦姐说了一个，我没听出来，我看字幕看出来，她在那个桃花坞里边演了一段戏，你养我呀那一段。梦姐，咱就是演戏魅力太大了。邻国语言拥有者，梦姐。洗手间在哪？哦，这个你听出来，这个是比较标准的是吗？洗手間，就是能聽出來。聽得出來。4個字什麼？什麼？這人是誰啊？這是王安宇。哇，這王安宇你粵語太好了，下次不要再說了。哎，你怎麼知道？他是這麼說的，他就說自己粵語特別好。我前2天錄節目還碰到了林一，他的粵語是完全不敢恭維。他也跟你說粵語嗎？因為我們玩那個遊戲就是用粵語傳遞信息，因為他很認真的演。很認真在說，就是我一句沒聽懂。那你沒有教他一下嗎？因為他是隔壁隊的，我們是敵對關係，心裡還是有點竊喜，說聽他翻譯的結果，那個陳瑤他每一句話都翻譯出來了，我真覺得好奇怪，就他們有自己的溝通的頻道。
强颜欢笑，对，前面那个呢？苦中作乐，强颜欢笑，这是谁的声音？白鹿的。就刚才就觉得有点像他的声音。那你就是作为那个粤语精通者，平时不会有朋友缠着你给他说粤语吗？或者教他怎么说粤语吗？大家都有自己的赛道，大家都不用教，都说的蛮好的，蛮有自己的特点的。这些讲粤语的朋友里面，你下次跟他玩游戏，你最想跟谁一队，最不想跟谁一队呢？我应该不会跟梦姐一队吧，别的都还可以，主要是不想当梦姐的老师，把自己带跑了。那和陈瑶合作前后，你对他的印象有变化吗？在拍戏的时候，插戏有个我们叫那个就是戏里面要用到舞蹈，是他教我的，他确实变化还蛮大的。因为我以前对他印象，他确实是很文静，然后在现场只有他的笑声，他也不爱说话，他是个笑点极低的一个人，但是笑起来也很好看。然后现在上一次录完节目，发现他确实打开了自己不少，然后也很爱表达，然后也说唱跳就能唱跳，我觉得这已经很厉害了，已经是 slay 全场。下次我只能给你伴舞了。不行，必须得一块唱。如果他们要舞台合体就是五爷和霍仙姑，你会给他们设计一个怎样的舞台呢？我当个柱子吧，不允许我当个路灯。要看你跳舞，必须得双人舞，trouble maker。对，我确实很期待瑶妹很多舞蹈。对啊，那你们不计划合拍一下吗？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破万吧，对吧？有机会的话看他展示。他们都说，就是看第1集就被吓到了嘛。我也是。破解机关什么就很考验胆量。你拍摄的时候会觉得氛围感很足吗？会，因为百山导演他对于镜头的把控也是非常严格的，他会瞬间告诉你后面有什么东西出现了，就说这个镜头你需要躲一下，后面有个大蛇出现，就那一瞬间你给自己带入的情景感就非常的沉静，非常的就有代入感。所以每天一进入那个摄影棚的时候，感觉进入了一个异度空间，你知道吗？外面还是阳光明媚，突然间就是里面进去就是一个非常中式恐怖的一个鼓楼，然后打的灯又是绿色的、红色的，所以你能想到就是像一个密室一样。但是你胆量很好啊！如果跟五爷一块去密室逃脱会不会马上就通关了？我应该是不会的，因为我大概全程是闭着眼睛走完。怎么会呢？五爷在剧里很厉害啊。在剧里而已，本人不行。那如果带个小狗去呢？小狗本人更不行了，小狗本狗更胆子更小了。还想说抓你去密室大逃脱玩一下呢？我就不敢去，好像有问过，不敢去，真的太不敢去了。别这样，你的好兄弟都在里面。我看到了，他们有自己的赛道。那你不想去闯一下吗？你不想去保护他们？展示出你的胆量吗？那我再练练胆子。那你觉得你跟陈哲远的胆量相比，谁更大胆一点呢？在那个情况下真不好说，因为我很理解他那种尖叫，因为要是我就是会吓吐了都。没有想到你们一个两个就是又高又帅的，结果这么害怕吗？我们广东人有自己的赛道。大家都说好希望大场面有一个曾舜晞这样的朋友，可以带我去认识别人。为什么？就是觉得我会大家打招呼。对，就很大大方方的呀，就不怯场。因为我在这个娱乐圈的人脉你也是知道的，我是什么6人跨次元，对，你看我连熊大学我都认识了，所以我就没有什么我是不能认识的。所以你之前就认识周依然和赵丽颖？对，之前就认识过。但是周依然是不认识赵姐的。对，因为那次难得有个活动，有认识的朋友在，我想说大家也去搭话聊聊天什么的。你和第一次见面的朋友 social 有什么技巧吗？我不会说话，除非别人跟我主动打招呼或者主动聊起话题，没有的话我可能就是很简单打个招呼。那你有看到他们说你特别适合在那种名利场端着一个香槟跟人家 social 吗？特别有贵公子的感觉。大家都适合。那你觉得自己庞大的朋友圈里面还有没有那种大家不知道你俩认识，但其实你俩认识的朋友？比如说周依然。大家想认识谁我都能认识，你看我现在有谁认识不了了？帮我联系一下荷兰弟吧。对，你看来说熊大熊二如何认识荷兰弟？首先那个熊大熊二认识曾舜晞，曾舜晞认识谁呢？交给广大的网友吧。在你面前的是狗熊你最大人脉，熊大熊二想认识谁都可以。这个还蛮可爱的。Hello， 虎场大明星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陈瑶，在九门里面饰演的是霍仙姑。如果现在和霍仙姑互相寄一个包裹，你会在包裹里放些什么呢？我想给霍仙姑放一个导航或者 GPS， 因为她一直迷路嘛。然后我想要霍仙姑的衣橱。所以就穿着它的衣橱呢？对。剧中有很多旗袍的造型嘛，就觉得特别适合你。就有人说就是冲路透也来尝尝咸淡，你怎么回应一下大家呢？就是很感谢大家就是对我的造型的认可吧。霍仙姑她其实有3个时期，一个是她的少女时期，然后一个是可能现在穿的这个衣服的这个时期，还有一个就是她真正成为当家的一个时期。我觉得其实她都是有非常经典的一些角色的。然后希望大家也多多来看剧，然后看看我们九门里面的一些故事情节，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。然后还有包括我们里面一些非常跌宕起伏的一些
惊险的瞬间，我觉得也是能够抓住大家的。大家都说九门的选角真是误闯天家，就觉得每一个人都非常贴合角色，你有这种切实的感受吗？有佛爷那是肯定的，我们其实一的时候都看到了，就是老九门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。然后我还有小西，包括我们就是所有的9位当家，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特别的具有原小说里面的那个特质。我看到他们一瞬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就是马上就能够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。宋承熙之前的舞鞋你有看到过吗？我说爷爷和孙子长得很像。我有刷到过，因为我们好像里面有一场戏是讲后来好像吴邪出生了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大家有开玩笑说啊，看到一模一样的脸，会不会觉得有一点魂穿的感觉啊？算是天选鹤仙姑嘛，所以你一举一动都是鹤仙姑会做出来的那种感觉。还是要非常努力的去接近和贴近这个角色的。其实练习阶段的时候，就是练习了他的很多的一些打戏的部分，有很多就是可能是反中立的一些，因为他有很多画壁式的一些动作，然后还有一些丝线类的一些动作。想知道你和他们是怎么熟悉起来的呢？和宋承熙和陈伟霆。我和伟霆哥其实之前有合作过《橙红年代》，然后和小西的话，就是我们其实围读的时候，他性格非常好，是一个很乐观，然后很善于快速破冰的一个性格。然后我们其实当时在围读的时候，就大家就是会是一个非常放松和松弛的状态。你看到陈伟霆最近直播说你唱跳最近很厉害吗？陈娘不是最近歌舞很厉害吗？要是好妞就期待看她表演跳舞唱歌。我看到了啊，好吧，我努力跟上他们的脚步。你有跟他们学过吗？没有哎，就是有机会可以学一下，因为我其实前段时间也有看到他有跳一个舞蹈，我觉得还蛮厉害的。对，然后小西，就是有经常看到他就是在音乐会啊，或者是他的那个生日会什么唱歌，我觉得他唱歌也很好听，就非常有台风。我去乘风的时候还跟他请教过唱跳经验。他给你传授了什么？他给我传授了几个 ending pose。你觉得实用吗？他的小 tips 打几分？帮助不大。那如果你们一起去 KTV 的话，觉得谁会是麦霸呢？我觉得应该是伟霆哥和小西应该是麦霸了。是抢不过他们吗？还是就是安安静静？我主打一个配合。那如果他们起哄让你唱的，那你来一段唱跳。跳可能是有点难度。那只是唱呢？可以啊，因为大家一起玩的话就很开心嘛。你们之间有没有分享过剧组好物？有吧，伟霆哥会给我们分享很多就是健康清爽的夏日套餐，有一点点像是低脂或者是健身餐这种类型。然后我和小西分享的比较多的其实就是可能护肤的一些小 tips， 包括伟霆哥，就是我们当时其实在格式楼我们搭的那个景里面拍，然后它会有很多的灰尘，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比较敏感什么的，我们就会一起分享一些抗敏的一些小招。对，而且你会分享什么养生秘诀啊？没有，但是有分享可能健身，就是比如说，因为我们其实都会涉及到不同方式的一些打戏或者是威亚的戏份，然后伟霆哥就会分享给我们一些，就是你要去练可能哪个部分的力量，然后可以去搭配练一些什么样的动作，他有给我们一些建议。以下几个形容你可以看一下，分别对应谁？第一个是生活的佼佼者，嚼东西的嚼。不会是我吧？哦，那个其实是道具，但是我吃了一下，我觉得还挺香的，所以我就一直在吃。然后后来发现看路透的时候，只有我在吃的很香。所以你是会吃道具的那种吗？会啊，好吃肯定会吃啊。那个饼甜甜的，很好吃。下一个是笑声收集器。笑声收集器应该是小西，因为他就是在现场的时候，就是他会是一个特别轻松，然后就是会跟大家打成一片，可能会开一些小玩笑，然后或者是一些可能有趣的回答，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好笑的一些小动作。谁是笑得最大声的呢？我，一定是我，因为我笑点超低。下一个是高能量永动机。我觉得是伟霆哥。我们每次到现场的时候，他就是一直是在一个高能的拍摄状态，而且伟霆哥在戏里面的打戏的部分特别多，而且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，就是比如说他拍戏的时候是这个状态，但他休息的时候他也会去健身房，就是一直练习，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。是九门卷王吗？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还蛮努力的。那如果休息的时候你们会干些什么呢？我那段时间其实是在练普拉提，因为要练核心的部分，
然后还有就是会去练习我打戏的一些招数。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休息的时候一定会去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增强自己的力量。那也叫休息吗？感觉你们就没有停歇呢。但也不会一直练啦，就休息的时间其实练习也可能就1-2个小时这样，然后其他的时间可能就是看看剧本啊，然后就是要补充睡眠这样。因为都在工作的状态嘛，因为我们也想要呈现一个很好的一部剧给大家。那现在网络会对你有一些标签嘛，就是百搭甜妹啊、反差感赛道，你会喜欢这种称呼吗？就还蛮感谢，就是大家对我的就是喜欢，然后给我起的这一些可爱的小外号的。那这次霍仙姑有没有用最甜的脸做最狠的事呢？他没有用最甜的脸吧，我觉得他是用比较疏离和清冷的脸，然后就是淡淡的一张脸，然后其实是做着非常坚决和有毅力的事情。你就会想起岳绮罗吗？很有反差感的，我们的黑月光的啊，他不是。其实仙姑和岳绮罗还是有不同的。很多人就反复观看以前的片段嘛，你有刷到过吗？有刷到一些，我觉得其实在那个时期有那个时期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些优点吧。但是呢，我觉得现在其实也积累了很多的一些经验，然后就是希望可以积累越来越多的一些经验，运用到我以后的角色当中去。那会享受成为反差感的王吗？就在这个反差感的赛道上面深耕一下。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讲，就是饰演好自己的每一个角色，然后我想观众会有不同的解读，但是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，其实是做好我手下的每一件事情，然后就是认真对待我的每一个角色和作品。那很多人表达喜欢你会说想生你有看到吗？啊，有。那对于这些互联网妈妈有什么想回应他们的吗？就是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吧，然后就会觉得还蛮有趣的，有时候还会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。那你身边有朋友这样说过你吗？好像戴斯有说过，他说很想以后生一个像我一样的女儿。就是我觉得就是和乘风的姐姐们其实大家都还关系蛮好的，我们会经常拥抱。那这还是一个冷热知识的考试哈，有一些称号你猜是对应哪些艺人朋友？第一个是宠物收纳地。啊，我知道小西，之前我们还有讨论过，在组里面的时候，就说有很多那个朋友都会把宠物寄养在他家里面嘛，因为他自己也养小宠物啊，然后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可能朋友有的时候在横店拍戏有工作啊，或者要出差什么的话，就会放到他家里面养。他没有远程投喂一下我们小呼吗？给他看过小呼的照片啦，他怎么评价小呼啊？就觉得他很胖。那你不为你的小呼反驳一下吗？我觉得胖胖的挺可爱的，他很结实嘛，就是很健康。那下一个是密室笑声大魔王。啊，这个我知道，是伟霆哥，有刷到片段。你有发现他是铁坦吗？什么？铁坦，就是在密室恐怖的地方完全不害怕。反正挺好笑的。哦，对，我们有一场戏，就是在那个一个大厅里面，然后会有很多就是做的很真的那个干尸，然后我们大家其实刚开始进到那个景的时候，其实还挺害怕的。然后伟霆哥就直接把他的这个头直接就抬起来了，就是可能在检查的过程中直接把他的头翻起来，然后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，他真的完全不怕的。如果你们一起去密室的话，会有什么样的画风呢？哈哈哈。对，完全被他逗笑是吗？不一定笑得出来吧，取决于这个密室的恐怖程度。他如果突然一下东西出现，然后伟霆哥在旁边大笑，你现在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我可能会那一瞬间会先跑吧。那下一个先天抽象圣体，谁会比较搞笑？不知道。伟霆哥可以算呀，他那个密室笑声就很抽象啊，其实。哦，这个是抽象啊。小西会这样吗？偶尔吧，偶尔抽象。还有黄灿灿。哦，灿灿是的。跟他一起拍那个抽象小视频是吧？那个是谁提出来的呀？不是灿灿啊，很显然。有人说其实你也很享受。我只是觉得很好玩，我只是在很认真的就是完成他交给我的 KPI。还有一个是肘击舞蹈之王。不知道是谁。陈都灵。啊？你有看过他跳手势舞吗？好像有刷到过，但我觉得还可以耶。你给他的舞技打几分？90分吧。剩下10分，我觉得还有很多不同的舞蹈，然后有机会的话，就是开心可以跳着玩玩，就是快乐就好。之前有人说以为你们两个都是很会跳舞的人，还是得驯服，就是得需要时间，我们一起练习。你进步好大，一下子跳得很好啊，现在。还是有很大空间吧，就是可能相对我自己以前是好一些了。摩卡酱介绍了一款有很多滤镜的 APP 给我，让我来试一下，我可不可爱？哇，变成小猫了，喵喵！哎，小胡子出来了，
微风堂堂的感觉。